这是一部处处让人绝望的电影。末日降临，人类为了填饱肚子，竟以同类为食。然而，这对艰难求生的父子却让人在绝望中感受人性之光。这绝对不是一部哗众取宠的灾难片，看过的人不算多，却都毫不吝啬打出了高分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我们来看末日灾难电影《末日危途》。这位父亲正在教儿子如何自杀，手枪里只剩最后2颗子弹，一颗给儿子，一颗给自己。这里是绝望的末日世界，地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，具体发生了什么，影片并没有说明，可能是诸如火星撞地球的大灾难。一夕之间，世界恍如巨大的废墟，目光所及之处尽是荒凉与灰暗，阳光彻底消失，气候越来越冷。人类文明在末日的劫难中毁灭殆尽，在资源极度短缺的情况下，幸存者为了活下去无所不用其极，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烈场景。不堪绝望的人只能用自尽来结束这短暂且悲惨的一生。父亲带着儿子不断向南前行，相信在温暖的海边一定能够找到活下去的方法。灾变之初，他的妻子本不想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受苦，但男人还是坚持迎接这个小生命。就这样，他们的儿子出生了。和丈夫充满生存意志不同，妻子变得更加消沉，宁愿自杀也不想被饥不择食的人吃掉。她甚至提议一家3口集体死去，但被丈夫果断拒绝。最后，妻子在某个寒冷的夜晚独自离开，此后再也没出现过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只剩父子俩相依为命。小小的超市手推车里承载的便是他们的所有家当。尽管食不果腹，男人却从不让儿子吃人肉。他总说，一旦吃下第1口人肉，他们就不再是人了。男人还告诉儿子，如果有一天不幸被食人族抓到，那么在被吃掉之前，就用手枪了结自己。这天，父子俩在废弃汽车里休息时，一帮食人族找了过来。他们正在寻找新的猎物，男人赶紧带着儿子逃进路边的小树林。凭借地理优势，食人族原本是不会发现他们的，可好死不死，其中一个长毛男偏偏跑到树林里上厕所，结果发现了父子俩。子弹有限，男人不到万不得已并不想开枪。他问长毛男，你们吃什么？得到的回答是找到什么吃什么。说完，长毛男还不怀好意地看了看孩子。显然，孩子在这帮人眼里和鸡鸭鱼肉根本没有区别。博弈过程中，长毛男率先掏出刀子，并且劫持了孩子。没办法，男人只能开枪击毙长毛男。枪声无疑惊动了其他食人族。此地不宜久留，男人扛起儿子，朝着小树林的深处疯狂逃亡，总算甩掉了食人族。等到四周没有动静，男人想回去拿行李。然而，小推车里的东西已经被食人族拿得七七八八，就连长毛男的尸体，这些人都没有放过，已经就地分食。这天，男人通过望远镜发现一处庄园，走近查看，发现客厅里堆着很多衣服鞋子，厨房里还有很多没清洗的碗碟，似乎有人生活在这里。撬开地板上的锁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地窖。借着打火机微弱的灯光，男人领着孩子来到下面，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一些食物。幸运的是，地窖里确实有食物。不幸的是，食物竟然是一群骨瘦如柴的人，他们赤身裸体，被食人族抓来圈养，等到开饭的时候，就随便抓一个煮来吃。男人用手蒙住儿子的眼睛，不想让他目睹这绝望的一幕。父子俩的出现让这些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他们不停求救，可父子2人早已自身难保，又怎么能当救世主呢？最后2人好不容易才从地窖脱身，可是没等他们离开，食人族却提前一步回到了庄园。对方有4个人，要想硬碰硬，显然毫无胜算。手枪里只剩最后1颗子弹，男人想留给儿子，他将枪口对准孩子的额头。可就在这时，地窖里的人试图冲出来，动静分散了食人族的注意。趁他们无暇顾及，男人赶紧带着儿子逃了出去。父子俩在草垛里一直躲到天黑才敢离开。饿了一天，2人仅有的食物只有一只小小的昆虫。儿子忍不住问父亲，是不是不管有多饿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吃人，因为我们是好人，拥有希望之火。儿子的自问自答让男人欣慰不已。在他看来，无论任何时候，就算是世界末日，都要保留一份生而为人的善良，只有这样活着才有意义。然而，纵有一份坚定的信念，并不足以让人在末世中活命。
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，父子俩再也没有找到任何食物。入夜后，他们只能饥寒交迫地躲在下水道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就在父子俩快要被饿死的时候，转机出现了。他们在郊外找到一间小木屋，躺在床上的屋主死去多时，已经变成一具干尸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防空洞下面竟储存着不少罐头以及其他食物。躲在这里，父子俩史无前例地饱餐了一顿。安稳度过一夜后，第二天他们又在木屋里发现了水源，于是父子俩从里到外好好地把身体清洗了一番，还精心地打理了头发。吃喝不愁的日子让他们感觉像做梦一样。不出意外的话，防空洞里的食物足够父子俩生活很长一段时间。可幸福的日子总是太短暂。这天，防空洞上方突然传来一阵狗叫声，说明有人已经找到这里。用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暴露行踪。安全起见，男人尽可能将多的食物装进小推车，然后带着儿子继续踏上旅途。期间，他们遇到一位独自赶路的老人，对方以为父子俩是强盗，吓得连忙把背包扔到了地上。儿子看老人很可怜，想分他一点食物。起初男人是拒绝的，但架不住儿子的坚持，最后只好同意。随后，儿子将一瓶水果罐头递到老人面前。这一刻，孩子的善良让老人忍不住露出诧异的神情。或许是太饿了，老人下一秒便狼吞虎咽起来。天色已晚，男人邀请老人和他们共进晚餐。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，老人已经90岁，视力不太好，腿脚也不利索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活到现在的。老人告诉男人，他也曾有个善良的儿子，显然如今他的儿子已经不在人世。男人询问他发生了什么，老人却不愿提及儿子的死的原因，只是眼神中透露出无尽的忧伤，似乎他的儿子并不是正常死亡，又或者是被逼入绝境的老人吃掉了。天亮后，父子俩和老人分道扬镳，只要再往南行进100公里，他们就能抵达海边了。可是这一路注定是困难重重。没过多久，两人来到一处林中小屋附近，然而这次运气可没那么好了。木屋前的一排树枝上全都插着死人的头颅，没猜错的话，这里是食人族的地盘。意识到危险，男人准备带儿子绕道而行，谁知一回头就看到了被鲜血染红的雪地。错愕之际，不远处传来喧闹声。见状，父子俩只好找地方躲起来，在暗中观察。只见一对母女正在被食人族捕杀，对方人多势众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对母女注定是插翅难逃。避免被食人族盯上，父子俩拼命往树林里跑。不料这时发生地震，大自然的巨大力量让大树顷刻间突然倒塌，差点压到他们身上。尽管有惊无险逃过一劫，可这些年的奔波早已让男人的身体每况愈下。寒冷的天气更是让他咳嗽不止，甚至咳出血来。天真的儿子想让父亲舒服些，于是用手挡住他的嘴巴，希望这样就能帮父亲止咳。男人知道自己的身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，他必须尽快带儿子赶到海边。看着地图上蓝色的位置，从未见过大海的儿子问他，大海是蓝色的吗？男人告诉儿子，以前是蓝色的，可现在他也不知道是什么颜色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父子俩终于抵达目的地，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们大失所望。大海不是蓝色的，沙滩上到处都是海洋生物的尸体以及数不清的垃圾。晚上，儿子因为受寒发起了高烧，没有药，只能靠身体硬扛。第二天，男人发现海上飘着半截轮船，他打算上去碰碰运气，说不定能找到食物和退烧药。离开前，男人把手枪交到儿子手上，让他待在沙滩上好好放哨。不料男人刚下海，一个手拿尖刀的男人便盯上了他们为数不多的物资。等到男人回来，发现物资全被别人拿走。庆幸的是，对方并没有伤害陷入昏睡的孩子。来不及多想，男人扛着儿子追了过去，很快就追上了抢物资的黑男。男人用枪威胁，不仅让黑男归还一车的物资，还让他脱掉身上的衣物。尖刀在子弹面前不值一提，黑男毫无反抗之力，只能苦苦祈求，但男人始终没有半分同情。最后，丢失的物资全部失而复得。然而男孩却一脸不高兴，他认为黑男也是可怜的人，父亲不应该如此绝情。儿子的善良再次让男人动容，两人折返回去，可黑男已经不见踪影。
男孩把他的衣服放在地上，离开时还特意留下一盒罐头。后来父子俩路过一个破败的小镇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男人就被躲在高楼里的某个人放冷箭射中了小腿。忍着剧痛，男人立马掏出信号枪回击。循着声音，男人找到了肇事者，是一对夫妻。丈夫刚才不小心被信号枪击中，已经领了盒饭。一旁的妻子哭诉着，以为被人跟踪，才不得已射箭。得知只是一场误会，男人并没有伤害女人。随后他拔出腿上的箭，用订书机缝合伤口，最后再用胶带包扎，整套流程简单粗暴。完事后，父子俩继续赶路，可男人的身体似乎再也无法支撑下去，他跪倒在地，疯狂咳嗽。由于身体太过虚弱，他甚至连拉车的力气都没有。于是父子俩不得不舍弃小车，带着包沿着海边继续前行。可是没走多远，男人还是倒下了。男孩守了父亲整整一夜，可是直到天亮，男人的身体都没有任何好转。他叮嘱儿子继续往南走，要把枪放在身上，不能交给任何人，要他相信一定能找到好人，但是不要轻易相信他人。男人本想带着儿子一起走，可关键时刻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下不去手。不管男人怎么说，男孩始终不愿离开。又是一夜过去，等男孩从睡梦中醒来，发现父亲已经停止了呼吸。在尸体旁守了一天后，男孩知道是时候分别了。他用毯子盖住父亲的身体，带着手枪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，男孩立刻警觉地举起枪。然而这个男人似乎没有恶意，他告诉男孩，现在你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留下来继续守着死去的父亲，要么和他走。要是选择留下，必须避开大路。与此同时，男孩也问了男人好几个问题：你是好人吗？你有孩子吗？你吃人吗？你有希望之火吗？虽然有的问题莫名其妙，但男人还是很有耐心地给出了答案。他告诉男孩，他是好人，有1儿1女2个孩子，从不吃人，有希望之火。听到满意的回答，男孩卸下防备，同意和男人离开。这时男人的家人也出现在海边，他没有骗人，他有妻子，还有一对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儿女，甚至连狗狗都一直带在身边。看到狗，是不是想到了什么？没错，那天父子俩在防空洞下面听到的狗叫就是他发出来的。这家人曾看见过父子俩，之后便一直在寻找2人。虽然父亲最后没有等到，但儿子总算迎来了生机。电影改编自普利策获奖小说，他将小说中苍凉的世界、艰难的求生以及难以预知的人性，近乎完美地复刻成影像语言。电影看似灰暗绝望，直到最后结局才恍然大悟，它讲述的其实是充满希望的故事。就算世界浩劫，我们仍要相信人性中的爱和善良，如男人的父爱，如他儿子的善良。只要这些美好品质依然尚存，世界就还没有真正的毁灭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